Hello，欢迎大家来到艾森的频道。你有没有想过，一座上千年的股市，它的宁静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的？这两天这个事儿就真的发生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位可真是一位风云人物啊，人送外号 CEO 方丈，硬是把一个古老的寺庙完成了全球性的商业 IP。结果呢，在一夜之间，咣的一下就被人从神坛上给拽下来了。你想想看，当释永信被带走调查这个消息一下子在网上炸开锅的时候，简直是一场舆论的海啸。这个事儿不只是一个和尚的个人问题那么简单，它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宗教、资本还有国家权力之间那样一种掰扯不清的复杂关系。但只不过这一次全都给摆上了台面。释永信这个人他到底是谁？是一个让中国佛教跟上时代的改革先锋，还是一个既触犯了国法又破了佛关又破了戒律的堕落者？释永信的倒台到底只是他个人的腐败，还是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呢？今天我们就来彻底的复盘一下，我们一起来扒一扒释永信这个人，看看他是怎么样发家的，他的这个商业帝国是怎么样建立起来，又是怎么样跟各方势力掰手腕的。说白了，我们就是要搞明白他这个传奇人物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跟一个千年古刹，甚至跟我们这个国家整个的宗教政策的大变局给死死的绑在一块的。回到2025年7月24号这一天是最后的平静。释永信的微博有87万粉丝，平时呢其实更新的比较勤快，但就在那天早上6点58分，他发了最后一条动态之后，就彻底的安静了。当时也没有谁觉得什么不对劲，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就是风暴来临以前最后的一个信号。果然2天之后，7月26号，各种传闻就开始满天飞，释永信被带走了。这个消息就好像病毒一样在网上传开了，而且连江南都市报这样一种正规的媒体都开始跟进。这下子看起来留言就真的是越来越真了。记者们当然是疯了一样给少林寺打电话想要求证这件事情，但是接下来这一幕就让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电话打给少林寺的外联办，啪的一下都是直接给你挂断，再打过去，对方会给一个特别官方、特别模糊的回答。最近2天没看到方丈，等官方消息吧。那你如果想要再问一下寺里面其他的和尚呢，回答也是惊人的一致，等官方消息，或者是出去学习了不清楚，或者干脆就挂掉你的电话。那这样一种整齐划一的口径说明什么？说明少林寺内部早就已经接到了统一的命令了，这个事儿绝对不是谣言那么简单。而到了27号呢，这个事儿直接被推到了最高潮，一张图在网上疯传，说是什么警情通报，内容超级劲爆，说释永信带着情人小孩一共34个人准备跑路去美国，结果被拦下来了。这个情节也太夸张了，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情绪都给点炸了，然后搜索话题的热度一下子冲顶了。眼看着谣言已经完全失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官方终于出手了。中午的时候，荷兰开封警方的官微发布了一条微博，很短，但是信息量巨大。它是这么写的：通报是假的，请不要再传播，目前正在开展工作。我们要注意看一下后半句，目前正在开展工作，这个简直就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辟谣式的证实。你看呀，他辟谣了吗？辟了。他说那个潜逃美国的通报是假的，先把最吓人的这个谣言给按下来。但是他给释永信本人澄清了吗？完全没有。警方并没有说释永信没有事，也没有说传闻是假的。正在开展工作这句话听着很官方，但其实非常巧妙地告诉了所有人另外一个核心的事实。没错，我们有关部门确实正在查处释永信的事儿。你想想看，如果方丈真的没事儿，最好的辟谣方式就是他本人出来录个视频呗，开个直播呗，不就完了吗？所以警方用这样一种文字的游戏，恰恰反过来证实了大家最大的怀疑，释永信是真的出事了。警方这次辟谣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把这个话语权给夺回来，不要让那些造谣的人给带偏了，也不用瞎猜，都等着官方的后续通报吧。
而真正给出致命一击的，你猜是谁呢？恰恰就是少林寺自己。在同一天7月27号，少林寺管理处发了一份官方的通报，措辞那叫一个严厉，直接就把释永信的时代给终结了。通报里面直指他有2大问题，第一个事儿是刑事犯罪，说他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而第二个是严重违反佛教的戒律，说他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通报还确认了释永信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的联合调查。最关键的是什么？是落款少林寺管理处。你想想看，释永信本人怎么可能批准发一份把自己往死里锤的通报呢？不可能的呀！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调查部门已经完全掌握了、完全控制了少林寺的对外发声渠道。那所以到了这一刻，基本上尘埃已经落定了。要搞明白释永信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必须要回头看看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样发家的。释永信本名叫做刘应成，1965年出生在安徽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1981年才16岁，他跑到了嵩山少林寺，拜了当时的方丈行政法师来做师傅，法号永信。这个小伙子啊，其实特别聪明，很快就成了老方丈的左膀右臂。而且啊，他早年经常陪着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师傅去跟政府部门打交道。这段经历让他心里扎下一个念头，就是只有自己变强大了，才有地位。1987年，老方丈去世了。你猜怎么着？年仅22岁的释永信就这样被选为少林寺管委会的主任，开始全面主持少林寺的工作。22岁这个年纪就已经掌管了一个全国这么大的一个寺庙，在佛教界里面也是非常少见的。不过你要这样去看，虽然少林寺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但是要知道，在当时的少林寺远非我们想象当中的武学圣地，更像是一个风雨飘渺的养老院。全市只有10几个僧人，9个都是老人，靠着28亩的薄田勉强度日。而年轻的释永信基本上就是那个唯一的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又过了12年之后，1999年，释永信正式升座，成了少林寺的第30代方丈。但是呢，释永信的身份可能远远不止一个方丈这么简单，他是一个玩跨界的高手，在政商教3个圈子都是游刃有余。政治上，他从93年开始就是河南省的政协委员，更厉害的是，从98年到2018年，他连续当了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可谓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政治护城河，因为让他能够直接跟国家最高层对话。他这个身份让他跟地方政府掰手腕的时候，腰杆子也能挺得直一点。宗教上，他当过河南省的佛教协会的会长，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那绝对是圈子里面公认的大佬。而且释永信毫无疑问是一个商业天才，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少林 CEO。他搞了一个公司叫做河南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还曾经用代持的法子自己掌握了公司80%的股份。说白了，他就是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总设计师跟实际控制人。他这种商业头脑让网络上的网友惊叹不已，有人称他是佛教界的马云，更有人开玩笑说他这个经历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爽文穿越小说，重生之我为少林方丈。这些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资源跟保护，但是也让他一脚踩进了山底下那个世俗的漩涡里。老实说，在他几十年的方丈生涯里面，争议就从来没有断过。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他2015年跟2025年面临的2次大的危机来对比一下，就能够比较容易看清楚他命运的转折点到底在哪儿。2015年7月，网上有一个叫做释正义的人对他一顿猛锤，举报释永信的内容跟2015年这一次惊人的相似，也是说他有私生活的问题，包养情人呀，有私生子啊，说他有2个户口，还有经济问题，贪了少林寺的钱。当时呢，少林寺的反应那叫一个强硬，马上就报案，说是恶意造谣。然后后来国家宗教局也介入，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
2年之后，2017年官方的调查结论出来了，那份报告给我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属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非常巧妙的就让释永信软着陆了。你比如说经济问题，2017年调查结束说他持股是属于代持，他个人没有拿钱，可是到了2025年直接就定性是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资产。我们再看看最敏感的个人作风跟私生子的问题，2017年的结论只是否认了其中一个女的，但是对于其他的传闻就比较含糊的带过去了。可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直接就确认他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还有私生子。看到了吗？这个反转其实是非常具有戏剧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释永信倒台根本原因不在于事实变了，因为这些指控2015年就已经有了，而是在于他赖以生存的那样一把政治保护伞没有了。在我看来，2017年的那次调查的结论更像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环境底下一次保护性的处理，但是到了2025年，它很有可能是碰到了新的绝对不能够触碰的政治红线。那结果呢，就是新账旧账一块儿算，而且是用最狠的、最彻底的方式来清算、来切割。所以释永信就从一个被保护的人变成了一个必须要被清理掉的政治上的弃子。那我们一提到释永信，就永远绕不开他一手搞出来的那个少林的商业帝国。这个帝国的大佬是一家公司，叫做荷兰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它的任务就是把少林这个1000年的大 IP 系统的搞商业开发跟品牌保护。说实话，在当年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超前。但是最炸裂的是什么？是它的股权结构，在长达14年，从08年到22年的时间里面，释永信个人他持股80%，而少林寺自己只有10%。你没有听错，方丈个人是绝对控股。这样一种股权结构，从法律上来看，几乎就等于把这个寺庙最值钱的商业资产都给私有化了。虽然2017年的这个调查组接受了代持这个说法，而且在2022年公司的股权也100%都还给了少林寺，但很明显这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操作，而且这一次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救得了他。以这家公司为中心，释永信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投资网络。如果我们看一看商业平台的数据，少林寺至少投了16家公司，业务范围那叫一个广啊，有文化、旅游、餐饮、茶叶、健康、科技，甚至还有房地产。在他那么多的投资里面，有2件事情最能体现他的野心，也能够暴露出他面临的风险。第一个是2022年少林寺花了4.52个亿，在郑州的黄金地段拿了一块地，准备来干嘛呢？建演艺中心、5星级酒店、服务型公寓。这一次高调的进军房地产，一下子就把舆论给点爆了。大家都在说少林寺这个是正是要搞房地产了呀。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国家严控房地产、反对宗教商业化的大背景底下，这么干，毫无疑问是走了一出臭棋。第二件就是2015年，他计划在澳大利亚投3.6亿个澳币，建一个超大的少林分寺。那规划里面不但有寺庙、有酒店，甚至还有一个27栋的高尔夫球场。当时很多人就骂呀，这个和尚怎么能够建高尔夫球场呢？释永信当然会解释说，商业那部分是企业家投的，少林寺只负责宗教。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野心勃勃的海外项目后来的确没有什么动静了，很有可能是黄了。但是更要命的是，2025年官方的通报里明确说他是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这个就非常强烈的暗示，这个海外项目最后不仅没有成为他的功绩，很有可能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务的黑洞，有可能成为压倒他的关键罪证之一。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商业帝国到底多有钱呢？虽然我们看不到官方的财报，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信息里面来猜测一下。首先肯定大头是门票，这个是最稳健的一块收入。早在2008年的时候，少林寺的门票收入就已经有1.5个亿了。后来根据2014年少林寺
告地方政府的这个文件来反推当时景区一年的门票总收入大概是2个亿，其他的还有一些海外分市的收入啊，各种商业授权费，加上这个数额巨大的香火钱跟捐赠款，保守估计释永信手里面的这个少林寺一年的总收入，我估计3到4个亿人民币的级别，应该是可以想象的。那这么大的现金流，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收入来源，给财务监管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困难，也确实给他个人滥用权力、挪用侵占，事实上是创造了条件跟可能。释永信的故事，那绝对是绕不开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他跟地方政府之间长达几十年的这种又爱又恨、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搞懂了这场博弈，才有可能解开他最后命运的谜题。其实他跟地方政府之间核心矛盾，说白了就一个字：钱。2014年，少林寺一纸诉状把管景区的这个松管委给告上了法庭，这下子双方的矛盾算是彻底公开化了。少林寺说对方拖欠了差不多5000万的门票分成款。在这样一场官司里面，有一个地方官员对媒体说了一句特别招骂的话，他说：出家人要那么多钱干嘛？你听听这句话，简直就是把政府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在地方政府眼里，少林寺就是一个赚钱的印钞机，那寺庙跟这些方丈和尚就是附属品，不应该来计较什么钱。那这样一场官司让释永信跟地方政府的关系算是彻底掰了。那如果说门票是分钱的矛盾，那2009年的上市风波基本上就是谁是老大的控制权之战。当时呢，登封市地方政府想要跟香港中旅集团合作，把整个松山景区包括少林寺的门票经营权打包上市。这个计划其实是在释永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在运作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少林寺的反应那叫一个激烈。释永信公开说少林寺绝对不能上市，他觉得这个会断送少林寺1500年的传承。在他非常强有力的抵制底下，上市计划最后妥协了，少林寺算是保住了。我们来深入的分析一下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就能够发现一条很清晰的逻辑。地方政府很明显是把少林寺当成了一棵摇钱树，目标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释永信他想保住寺庙的自主权，他想通过以寺养寺的方法摆脱对于地方政府的依赖，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一直就没有断过。正是在这样一种跟地方政府的长期斗争当中，为了追求自主权，释永信才下定决心大力发展完全属于寺庙自己的商业版图。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商业的帝国。他想要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少林寺经济王国，来获得跟地方政府叫板的资本跟底气。我们看到这条商业自救的路线，虽然让他风光了好一阵子，但与此同时也让他跟少林寺离宗教的本分是越来越远，甚至还搞出了一个又庞大又没有人能够有效监管的商业的利益网。而这个恰恰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最深的雷。就在释永信倒台前5个月，他干了一件看起来挺平常但实际上极度敏感的事儿。这次海外访问很有可能是一次致命的政治误判，成了压垮释永信的最后一根稻草。2025年2月1号，释永信去了梵蒂冈，跟天主教已故的教皇方济各见了面。这个事儿不是瞎说啊，海外很多天主教的权威媒体都已经报道过了，相关的机构也发了新闻稿跟照片，所以基本事实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大家注意，释永信去他不是用的少林寺方丈或者是佛教委员会的这个官方的身份，而是用了一个叫做欧洲亚洲中心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高级文化顾问的身份去见的教皇。这样一种会面要是放在别的国家，可能也就是一次普通的文化交流，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面，性质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简直就是在红线上跳舞，而且很有可能一脚就踩空了。第一条红线是外交红线，我们都知道中国跟梵蒂冈现在还没有建交，双方的关系一直都特别的敏感。释永信是谁啊？
他可是当了好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和尚，他在国际上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那第二条是宗教管理的红线，我们国家的这个宗教政策核心原则就是独立、自主、自办，而且还要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来渗透。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法规其实都写得特别明白，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管，宗教人士的涉外交流都要按照规矩来报批，更何况是跟梵蒂冈这样一种在中国没有合法对应组织的一个宗教实体来打交道，审批肯定会是严上加严的。所以把这些信息串起来看，我们就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看清楚释永信这次梵蒂冈之行为什么很有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猜测释永信可能是精心选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顾问的身份，想要绕开官方那些非常复杂的审批，用民间交流的名义去实现跟梵蒂冈高层的接触。但是在决策者眼里面，这样一种小聪明恰恰可能是最不能容忍的。不管你谈的内容有多么的和平，不管你的交流多么的平常，你一个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宗教领袖，用这样一种擦边球的方式去跟一个没有建交，而且在中国宗教事务里面角色极其敏感的政治实体的最高宗教领袖去见面，你这样一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于国家外交主权跟宗教管理政策的严重挑战。对于一个本来就有很多争议的大和尚来说，这么一次高调的有政治越轨嫌疑的宗教外交，足以让他彻底失去体制内所有的政治信任和保护。所以这样一次梵蒂冈之行发生在2月份，他出事是在7月份，时间点贴得足够近，你说这是巧合吗？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那样一根最后的稻草，或者说是导火索。其实释永信这个事儿并不是个例，在他之前还有一个明心方丈，原来的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学成法师，他的倒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样本。2018年学成法师被人实名举报，指控的内容也差不多，也就是涉及到性骚扰跟寺庙的经济问题。官方的反应非常的快，调查免职一气呵成，学成的政治跟宗教的生命就此终结。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案子放在一块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身兼国家级的政治跟宗教要职的红顶高僧，他们的核心指控都离不开钱和色，都是从网上开始引爆，然后官方迅速介入，彻底处理。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就揭示了国家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候的一种模式。一旦你的行为被认定严重损害了宗教的形象，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你原来的那些政治光环会立刻失效，国家的力量会果断出手，用清理门户的方式来维护整个宗教领域的稳定和官方的绝对主导权。而释永信的倒台恰好就撞上了中国宗教政策全面收紧的枪口上。其实这几年国家密集出台了一大堆的法规，比如说2018年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说宗教场所是非营利组织，严禁投资承包经营。2022年开始实行的这个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的钱都必须要进单位的账户，而且还要接受政府的审计。2023年开始实行的这个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又一次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跟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所有这些宗教法规简直就是给少林模式量身定做的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底下，释永信跟他代表的那样一种高调张扬跟资本绑得死死的，在政商的边缘疯狂试探的宗教企业家模式，其实已经变成了新时代政策底下一个必须要被清理的典型。他的倒台不光是他一个个人行为的后果，更是时代大潮转向的必然结果。那么没有释永信的少林寺会走向哪个方向呢？可以预见一场大的变革肯定要来，首先肯定是彻底的
去适用性化，把他这个差不多40年的个人印记全部都给清除掉。其次，管理权肯定要收回来，放在政府跟佛教协会的共同监管底下。方丈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最后，那个庞大的少林的商业帝国，要么被重组，要么就会被收缩，回归非盈利的本来面目。当然了，失去了释永信这么一个强势的领头人，少林寺也会面临新的挑战。怎么样在保持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去适应新时代这样一种严格的监管，这个是他未来要好好琢磨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释永信的陨落真的远远不是一出简单的个人贪腐或者桃色丑闻，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个人在时代的浪潮里面迷失了方向的故事。这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当年的确是抓住了机会，把一个破败的千年股市打造成了全球闻名的符号，但是在追逐商业成功的路上，他又把方丈跟 CEO 宗教的神圣跟商业世俗的边界给搞混了，最后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坦白说，抛开所有的争议，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释永信他的确是一位商界奇才。有网友曾经感慨说，如果他当年没有遁入空门，或许会成为一个自洽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呢，命运恰恰让他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追逐名利的舞台，去施展他最擅长的商业才华。这个或许就是他个人命运当中最大的悖论跟悲剧。说实话，整件事情也是一个千年古刹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跟地方政府进行权力激烈博弈的故事。这样一场博弈也一度让少林寺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也让它掉进了商业化更深的泥潭里面。我相信释永寺这个事儿也是国家在新时期重新塑造政教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坚决遏制宗教商业化，加强对于宗教的监管和领导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释永信的倒台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标志着中国的宗教在经历了一段比较野蛮生长的市场化跟商业化探索的时期之后，开始全面进入一个被强力引导、严格规范的中国化跟法治化的新阶段。对于将来的少林寺来说，他必须要告别那位曾经带着他走向世界，但是与此同时也把他推向深渊的 CEO 方丈。在一个更加严格的框架底下，他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跟未来。但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这个事件是真的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最复杂也最深刻的社会变迁的一个绝佳的样板。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如果您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爱生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